前辈也好，哥哥也罢，就是你叫他哥哥，我叫他前辈，那我不是比你小了？你是后来的，按理说该叫我师兄的，可他就是我的现哥哥啊。针对于称呼之事，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过来。倒是蓝景怡眼睛尖的好似看见魏无羡手指动了动，四追，魏前辈手是不是动了？他立刻停止了争辩，急忙的叫唤。可两人仔细一看，安静睡着的人好似还是睡着，并没有什么动静。景怡，你是不是看花了？明明动了。或许真的是我看花了。蓝景怡又盯着人看了看，纳闷的总觉得自己是真的看花了。等蓝忘机拿着吃食盒要回来，两人也没同蓝忘机讲这件事，礼貌的便退下了，还是如同往日一样，小心仔细的给人喂药。喂吃时，蓝忘机照顾人总是温柔细心的，每次喂东西他都会轻轻的一下又一下的在魏无羡喉结处轻抚，让人能顺利咽下东西。见他唇角沾了药汁或者食物，便总会学着人逗弄他的时候一样俯身下去，轻轻的吻干净。爱一个人，总会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像彼此。他竟也学了这人些许顽劣，看着那淡红的薄唇，感受着魏无羡鼻尖的浅浅呼吸。蓝忘机从他唇角慢慢的移向他唇间，魏婴，等你醒来，欺负还了可好？浅浅一吻，直到两只手搂着自己的脖颈，冰凉又几分无力。他猛然的睁大双眼，手中的药碗一下从手中滑落，摔在地上，发出笨重的声响。在那双无力的手从他后颈滑落下来之时，一下握住那冰凉的手，看着那缓缓睁开的双眼，蓝忘机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说不出话，定定的看着人，像是反应不过来一般，直到唇间浅浅的疼，那人轻轻咬了他一口，这才慢慢的回神。魏婴，二哥哥，我回来了。魏无羡微微一笑，蓝忘机依旧半撑着身子在他上面，看着那双渐渐湿润的眸子和微微发颤的身体，他抬起头又啄了下那温热的唇，眼中的柔情似乎要将人溺于其中一般。他听见身上的人呼吸越发的沉重起来，随后竟是再无了那半点雅正端方，发狠的还了过来，似乎要把这几年的缺失全部都夺回来。再狠些，二哥哥，好蓝湛，我就喜欢你发狠的模样。魏无羡也笑着随了他，这几年的缺失，他全都要补偿给这人，往后更是如此。坏人，是我坏好哥哥，原谅我吧。魏婴，我在。魏婴，我在，再不会离开了。魏婴，对了，蓝湛，那首曲子叫什么名？重谷之前，你给我唱的曲子。望羡，望羡真好听啊，二哥哥，我在，我一直在，再不会离开了。魏无羡醒来后又躺了几日，才慢慢适应了自己身体。他能明显的感觉到轻松和舒适，没有了那尸骨的疼，也没有了那种沉重感。死过道真的如同新生一般，只是活动久了还是会发虚无力，体力不是那么的持久，健康却也比普通人似乎弱了那么一些。可他却也是满足了，至少又重新拥有了一次生命。他还发现一个问题，他家二哥哥好像更黏他了，几乎每时每刻都把他死死的盯着，像自己会跑了不见了一般。睡觉时也会死死的把他用双臂箍紧，像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模样。自从身体慢慢恢复，他精力也好了许多，夜里睡觉之前还同蓝忘机打闹玩耍许久，这才躺在他怀里入睡，身体被紧紧的箍着。天也热，身体也热，又热又紧，虽然是甜蜜的负担，可魏无羡却是被箍得有些喘不过气了，不禁抓着他胸前的里衣一脚轻声道：蓝湛，我喘不过气了。魏无羡刚说完，蓝忘机便猛地松开手，起身掌灯，灯火下他脸色一阵发白，紧张的看着魏无羡。魏婴，你如何？蓝湛，我没事，就是你抱得太紧了，我想让你松一点点。魏无羡被他吓了一跳，他没有想到自己只是这样一句话就让人这样，这才意识到这人不是黏自己，而是真的被吓狠了，吓怕了，一点风吹草动就足够让他胆颤心惊。蓝湛，我没事，你把灯灭了，过来，躺上来。魏无羡见他明显的松了一口气，心疼又小心的去轻轻拉他的手，把人哄上床榻。魏婴，蓝湛，你摸摸，他在跳。魏无羡把他的手拉向自己的胸口处，感受自己心脏的跳动。我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。魏婴，蓝湛，我会一直在的。魏无羡一把扯过被子盖在两人身上，又钻进他的怀中，
可却明显的感觉蓝忘机身体有些僵硬，不敢再用力的抱他。面对这个自己小心安慰也依旧还是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他明白一时半会是不能抚平那些伤痛的，只能小心翼翼的慢慢的来。蓝湛，你可以抱紧我的，只是松一点点便好。二哥哥怀抱那么温暖，醉死在你的温柔乡也知足了，别说那个字，好好好，不说不说，抱我。蓝湛，魏无羡无心的一句调侃，又勾起那不好的回忆，他有些心虚的又往蓝忘机怀中凑，讨好似的去亲吻他，直到感觉自己被合适的力道抱紧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温热的怀抱，熟悉的怀抱，魏无羡迷迷糊糊中满足的睡去，他不知道自己刚睡着，身旁的人就睁开双眼，小心的抽出自己的手，随后慢慢起身，借着窗旧外透进来的淡淡月光，死死的又盯着他，是再也改不掉的习惯。蓝忘机俯身下去，再一次将头贴在他的胸前，听那一下又一下跳动的心跳声，随后才好好掖好被子，目光温柔又坚定的盯着身旁熟睡的人。魏婴，这一次我再也不会放手了，只能是你，也只能是我。二哥哥，你说阿苑他们怎么都这么大了？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也才比他现在年长几岁，那时候你可凶着呢，冷冰冰的，让人害怕着呢。你怕吗？我怕，我自然怕。蓝家二公子谁不怕啊？魏无羡被他一句话噎住，随后又笑着逗弄人，既是怕便听话些。蓝忘机一边为他束发一边温声道，哪里不知道他的小心思，这人恐怕连怕字都不知道怎么写，哪里又会怕他？听话，羡最听话了，说好了。魏婴，二哥哥你真好，爱你，爱死你了。看着魏无羡如墨的长发和轻轻飘动的嫣红发带，那明亮的笑容好似少时一般，不禁让蓝忘机心里一动，目不转睛的盯着他。怎么了蓝湛？我脸上有……话没说完便被温热的唇堵住了剩下的话语。蓝忘机抓住他不老实的手压在墙上，这一吻从几分的粗暴变得慢慢柔长，温柔中是数不尽的情意。被蓝忘机放开时，魏无羡成功的右脚软了一下，他想起当年自己也被这人吻软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还是会这般，只是不同的是那时候这人吻完自己就逃跑了，而现在却是抱着自己好好的坐在床榻之上。蓝湛，你变了，哪里变了？变得更有魅力了，像天子笑，越来越有味道。醉人呢？完了，我要醉倒在你的衣衫下了。说着身边便真的往蓝忘机怀里靠，手不老实的到处摸。别闹，魏婴，二哥哥真小气，摸都不让摸了。哎，哥哥，你是不是好久没同我洗澡了？我这醒半夜多了都没见你同我洗澡，我在外面洗了，外面我这么一个风流倜傥、英俊帅气的人在家，你还能在外面洗澡？今晚我要你同我一起洗澡，洗完了让小爷我采采花。魏无羡带了些坏笑，不行，你才好，我现下好得很。怎么了，二哥哥，你不想还是说你？嘿嘿，别闹，